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建商降價重新簽約哦，還有這種事。三大警訊跟你講，判斷房價校正回歸，別被套牢。先說結論哦，現在建商的降價，我覺得還好哦，就是少賺一點而已，還沒有到真的是傷筋動骨的程度。哦，那影片記得看完，最後我會跟你講真正的警訊是什麼。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為什麼醫院旁邊的房價都不會掉，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買貴就叫回來重新簽約哦，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我覺得很有意思，標題我念一下：買貴叫回重簽，預售案拼了，在線買房送車的促銷案哦，對，你沒看錯，就是廣大的建商突然良心發現，跟你說，我這個開價好像有點高哦，像什麼一些通路不是都在推那個買貴退差價嘛？哦，來重新簽約哦，把你叫回來重新簽約，我不讓你買貴哦。哇靠，這麼良心的嗎？那這個建案我也直接講，因為新聞都寫了是北屯台中北屯的富華元光，他現在的新案是3字頭，所以就把去年買4字頭的都叫回來改合約，因為他怕這些人看別人晚點買，結果買的比自己還便宜，會怎樣？會鬧啊，不交屋啊，跑來找他打官司。然後還有一個建商讓利的很誇張一樣是台中后里的成居後花園這個案子是你買房他就送你一台 MG 的休旅車其實 MG 休旅車蠻好的，那看起來是蠻帥的所以換算下來等於你一坪的單價不到3字頭，不到那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怎麼會這樣嘞？怎麼建商都不約而同的良心發現開始讓利，是不是快撐不住了？歡迎底下留言，我們一起討論一下。先跟你講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這個就是房價的校正回歸校正回歸這個詞被政府這樣用嘛，我們現在大家都學會了。就是剛才提到這些建案，對建商來說，他們現在拋出來的價格是他本來就有賺錢的價格，只是前幾年房市太熱就加價賣，還真的賣掉。那你不要說建商怎麼樣，你今天你是建商，你也是這樣，明明就可以在網上訂，結果也賣掉了，那我為什麼？我是生意人我為什麼要讓大家買到經濟實惠的價格我現在把大家喊回來重新簽約，這已經很佛心的狀態了，就這樣。那今年應該不是說今年了，應該是2025啦去年反正就是前年的那個2024的9月第一波信用管制以後，看一看整個房市都冷掉了，不對勁才會這樣子做。這個甚至可以說到出此下策了，因為他這樣子做這會得罪其他建商你看這個新聞標題：10大建商總銷2025年減29%，史上最慘。態勢北強南弱，連大建商的銷售都掉30%了更不用談小建商，所以他們開始緊張嘛，就會給出更合理的價格，然後叫你來買，因為他們會怕一個東西，囤房稅這個東西算我八卦的時候再講你看這張表就知道了對建商來說，囤房稅如果一刻下去，壓力會非常的大。以前是反正沒差我就慢慢賣甚至我們在業內有聽到說，預售再賣然後等到成屋了他會留手上賣一個案子只要成屋5年後把它 clean 掉都 OK 就是這樣。而且你手上建商留到成屋慢慢賣他有價格錨定的任務，就是他一定要定那個價格，然後開着慢慢賣，賣不掉沒關係，就是要讓同社區已經交屋的人知道房價有漲反正就是這樣。那現在囤房稅的關係他少賺一點，他也要快速的把房子賣掉。再來你要知道建商為什麼不直接降價，然後我們來討論為什麼建商要搞這些有的沒的，一下要送車，一下要送裝潢，當然不直接降價給我就好了嘛我的看法是以下3個原因第一，維持區域行情，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建商如果原地直接降價，原地爆炸的話，就會直接衝擊該區域房價，會影響到其他的建案的銷售。那你說建商有良心，怕害到同業嗎？是也不是，他們怕連鎖效應，就是他降價，然後另一個建商不好賣不好賣一段時間以後，他都跟着降或者他已經完售了，但消費者看到新案便宜很多就會來揮什麼揮東揮西，最後只能被迫降價，怎樣又怎樣，會把這一個盤面搞砸。第二，製造話題效應，就像我們前面提到買房送車加賀哦那新聞媒體就跑來報道了，對建商來說這就是免費宣傳的機會，這真的建商也要打廣告建商的廣告費一點都不低他可能建商自己打，也可能是反正整包讓代銷去處理，然後代銷自己去打。他们建商在花一個案子的行銷費用，一個月也是好幾十萬這樣子在跑的呢。現在有免費採訪機會，那就來嘛第三，他拿的比較便宜，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新聞，你建商直接跟車商拿車，一次拿好幾十台，就是會比較便宜嘛。還可以做一些資源交換之類的。所以對建商來說，這樣做比直接降價是還要划算很多。最後你要知道，什麼時候才是真正的危險時刻？我們也來討論說，建商做了什麼樣子的操作，我們可以把它認為是預售房市危險訊號。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訊號的話，就算你有錢，你也不要再進去了。是這樣。我個人認為有3個訊號可以參考。第一點，連蛋黃的預售都在降價。我們剛才講了2個狂抽猛送的建案，一個是在北屯，一個是在后里，這個講起來都叫蛋白。北屯可能還好一點，但是它就這樣嘛。所以他們在房市冷的時候就不好賣，就被凍住了，冷凍的凍住了，這很正常。因為現在房市一不好剛需會怎麼樣？會緊張，緊張就怎麼樣？前往蛋黃區集中，就是這樣，錢流回蛋黃。你本來就是房市大好的時候，蛋白蛋殼才能群魔亂舞，趁亂出清啊，就是這樣。你現在房市不好，大家想的是什麼？是保值啊，就不是說要賺多少錢，而是保值啊。哪邊保值蛋黃啊？不然呢？如果有一天連蛋黃區的預售案子都不好賣，那就是有危險，連拆都不用拆。第二點，建商喊出全區最便宜，買貴退差價，這很難想象就是建商在給你打包票說，你在這一區只要有人開出的價格比我還便宜，我退你錢，買貴退差價。打出這種操作就代表說建商真的是殺紅眼了這已經不是能賺多少問題，而是建商現在要急着下車落袋為安。第三，買1送1，不要笑這個是真的有很誇張中國有發生就是你買北京的電梯大樓送你山東的公寓這樣。那現在中國房市的狀況，你有在關心的話你也知道就很誇張嘛，很低嘛。那如果對比台灣的話，應該就會怎樣？就會是買台北市的電梯大樓，我送你屏東的透天之類。但這種事情在台灣應該是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不要說是你這個我看苗頭不對，我也要跑。但是這個幾率實在太低。你問我現在置產的話，我還是一樣優先建議一律就是這個蛋黃的中古不管房價再慘再崩，它都是最後一個崩的，都是這樣。我現在前面全部講的都是預售案然後這個跟我自己在做的完全無關。我都做中古啊，你看我影片看那麼久都知道我在做中古啊。但是媒體就是這樣，就是它會渲染，不然寫出來新聞沒人看什麼房價崩買1送1買房送車，這都是預售，這都是預售。我們的中古還沒事我們的中古在我尤其是高雄我熟悉的高雄蛋黃的中古，在直接要往上跳補漲的時候被冷凍起來了，所以我們是真的沒事。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的建商紛紛推出驚人的讓利促銷，包含北屯的富華雲光主動邀請已購客回來重新簽約，然後還有后里的城居後花園買房送你車啊。我也分析了建商採取這種操作背後的考量，包含維持區域行情製造話題，還有透過送商品來獲得成本上的優勢。那同時也提醒了3個是需要注意的房市的警訊包含第一個，蛋黃區預售開始降價第二個，建商大膽喊出買貴退差價第三，買1送1。反正你就是看說建商真的在逃命了預售的建商，我跟你講中古可以不用看建商尤其我們都看那個20年30年的中古，那建商早就倒了。但你要去了解這個房市的第一線的話，那你去看那個預售的建商看他們有沒有出現逃命波，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房市要整體轉涼。但是我目前現場看起来還好蛋黃區預售還是給你照樣開高結論就是目前的促銷動作只是讓房價變合理的過程，真正要擔心的是當蛋黃區也出現瘋狂的降價，就是正式迎來危險時刻。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嘛，就是撐在那建議你置產還是優先選擇蛋黃區的中古屋，這樣就算房市真的跌下來了跌到你這裡其他人全爆了，很安全很穩健。最後我想問你，建商送你什麼你最有感你就買了A 直接送你賓士， B 送你高檔裝潢C 送你一個年輕貌美的鄰居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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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
那讓銷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再強調一次，房地產是巨大且複雜的市場，這個全部目前看起來真的出狀況、出問題的都是預售的建商。我們中古沒有建商的角色，中古都是屋主，你知道，屋主出租。然後現在市場的狀況是，當然你一定找得出零零星星的，就是那個中古屋主缺錢他急賣，比方說兒子女兒就要出國念書了嘛，你要他現在怎麼辦？好，一定找到零零星星的這種。但整體來說，目前真的出現風波的都還是預售建案的這邊，或是成屋的那邊。中古就像我說的，我們高雄的中古在2024年9月，它落後補漲還沒補漲上去就被冷凍到現在。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是起漲前的價格。我說中古我們就是看那個預售怎麼樣，神仙大亂鬥出一個結果，我還是比較便宜我再跟就好了。那個跟要怎麼跟？市場會把我抬上去就補漲嘛。因為真的很誇張，在2024年的時候，像我這邊美術館實登給它摸到6，豪宅案我們不談豪宅就不同的市場我們不談，我們講那個小坪數的，也是總價在豪宅線以下，中南部豪宅線是4000萬以下，小宅給它摸到62，結果你知道嗎？62的那個建築基地的旁邊，真的就是旁邊，隔什麼？隔街嗎？隔路沒有，就隔一個媽媽防火巷。那邊的房子還在賣多少？31、32然後前一陣子我去看，還有一間28的28，然後跟旁邊62，你媽差太多了吧？所以那個難賣出狀況都是那個預售的事情。我們中古你要那個開30萬的屋主，這要再怎麼講？像個雕講，那個就是之前還沒有跳上去，明明就要等到中古屋補漲了，但是沒有沒發生，卡到現在。你要他30賣你突然腰斬15萬，不可能，我直接講不可能。為什麼？因為如果這邊的房子15萬就買得到的話，它的放生出租投報率都不用隔套你就拿來就出租就好，會跑過 6%， 6% 太高了6% 會變成說他還跑不到 6%， 就被人家花大價錢直接現金吃掉，包租公包租公他們累積2-3代家業，那個很恐怖他們每個月的收的房租200-300萬手上以前買透天，現在莫名其妙變成店面，然後是第3代、第4代在收，一個月打70萬，光這個店面莫名其妙的進來湊一湊，所以他們真的是收租1年可以買2間、買3間，怎麼買？現金買，還貸款，看不起他所以不會發生這種什麼放生出租就 6% 的這種事情，而且都還是好好的20年以下的電梯大樓。如果你要講公寓，就當我沒說。反正我要表達的事情是，
穩健哦。中古怎樣還是比預售穩健？你看那個買62的，他圖什麼？圖第一新房子嘛，哦，圖那個921以後蓋的嘛，哦，總是地震上安全上比較 OK 嘛。他圖什麼？他圖他買62，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賣92嘛？如果他賣得到92，你要不要看一下他隔壁？就我剛剛說還在開30上下的，他可以開多少？如果他開得到92，啊，是不是旁邊開62差不多？哦，或者70幾都可以，都做得到。所以中古就是這樣，抱緊預售的大腿往上就好了。囤房稅也是啊，囤房稅交不交屋對建商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就是囤房稅，我們想說就是要打我們一般民眾，沒有真正重傷的都是那個建商，打爆建商。以前建商真的是慢慢賣，沒差慢慢賣然後我留在手上自己的房子建商自己留着的越賣越高，故意的，他要去照顧已购戶，所以他明明手上的房子就還有就黏黏糊糊的，一直愛賣不賣，愛賣不賣，留着，越賣越高，越賣越高。那實價登錄一直刷出來，然後其他已購戶看，社區房價又漲了我真是英明，我真是眼光神準現在那個建商想要這樣子做行不行？沒有不行就是他要先算好這個囤房稅這課下來很麻煩就是要一直繳錢，一直繳錢，一直繳錢。以前的維持成本很低啊約等於沒有。現在維持成本非常的高啊，所以現在的建商急着跑掉。還有很多啦，關於這種預售建商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討論，像保家嘛，保家保咖咖，保家大家都說保家品質怎樣的都是比較負面的，可是你不得不說它就是比較便宜啊。他就是有辦法交屋啊，有辦法交屋就是說，他蓋出來他不會給你亂小什麼什麼有的沒的狀況或東西啊，品質就是那樣什麼剛蓋好怎樣又發生了什麼什麼狀況，這我就不講太直接，到時候被告。他狀況問題比較多啊，品質稍微沒那麼理想的，可是他就是有辦法安全交屋給他。保家這個集團你知道它有多大間嗎？大到哭吧。8、90間子公司然後在其他縣市會用他子公司的名字來做，所以我們看到外面不是掛保家縣市，是掛像那個和主和平的和，然後竹是竹草的竹那個都就是保家。然後新成屋你去看，不愧是保家果然跟我想象中的品質差不多，可是它的格局就 OK 啊，就真的很 OK 它不會出現非常亂七八糟歪格奇刷的莫名其妙的設計，所以保家在市場中一直以來都有戰鬥力。每次在那邊率先降價也都是保家，而且保家為什麼可以便宜？因為它案場太多了，你知道，它全台都可以開工，然後開工以後那個板模就是他也自己蓋嘛，就是他的工啊料啊都可以重複利用，那個模板啊可以這個工地用完拆完以後送到下一個工地，它從源頭就是這樣，同樣的 SOP 同樣的設計，它在量產平價的房子。我會說保家建設對台灣的貢獻是真的很大，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建設公司，所以我們大家才有平價的房子可以買，你知道？不然每個2代3代建2代建3代出來了，跟你做頂尖豪宅，搞什麼？那個台灣現在豪宅空屋那麼多就賣不掉然後有錢人又沒差，他就占掉都市計劃裡頭那麼大面積的土地。我們真的是要感謝保家這樣子吃到飽的建商保家的風評不好。但是又怎麼樣？我說真的又怎麼樣？你去看其他預售屋的各種鬼故事來說，保家這個很好了吧？有什麼不好啊？他又不是完全擺爛，你跟他講他也會修啊。所以我個人認為還好，還行啊。不知道為什麼保家這個引戰引那麼多，明明就買便宜了，還一直湊人家，搞不懂。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